这几年围炉煮茶好火，我自己也是深陷其中，买了不少东西。这个视频来分享一下围炉煮茶相关的一些器具和食材。先说说围炉的炉，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是炭炉和电炉，这两种我都体验过。炭炉我去年买过好几种，最后是选了这种上面直径比较大，炉身比较厚实，整体质感也比较好。炭炉的缺点是需要生炭，这个过程还是蛮麻烦的。然后因为要用炭，家里也要储存炭，这个炭的选择也有讲究，种类很多，烟少的炭也不便宜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一个通风的环境，不然还是有安全隐患的。优点大概是更加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，炭烤得更香，受热范围可以更大，在上面烤个肉也不怕把炉弄脏，但烤肉一定是会有很大烟的。而电炉没有炭炉的这些缺点，插电就可以用，不用生炭，没有耗材，在室内使用更安全，还可以控制火力大小。电炉目前我只用过这款，外观比较简洁，性价比也挺高。这个是电陶炉加热的，不挑壶的材质，壶也不怕被炭熏黑。我用下来感觉最明显的缺点是边缘需要靠铁丝网导热，基本没有加热效果，只能用来保温。所以我是煮好茶后把茶壶移到边上，再在中间加热其他的。这个中间火力还是很猛的，3档可选，最高1000瓦。然后来说说煮茶壶的选择，我也买了好多种。这个玻璃煮茶壶是配套赠送的，玻璃的优点是便于观察里面的情况，也很好看。这个煮茶壶很好的一点是有这么一个滤茶器，这个的好处是水沸腾后会通过这个导水管向上冲，泡开茶叶后茶汤再滴下来，这样茶叶不会一直浸泡在热水里煮，不会又浓又苦。如果手柄不是竹制的就更好了，这样可以整个放洗碗机洗。我还有这个煮茶器，优点是好看复古，但缺点是没有盖子，煮起来会比较慢。还有这种陶瓷类型的也比较古朴，这就可以稍微干烧一下，炒个茶叶，炒个糖，煮奶茶，但需要开壶，第一次要拿米汤煮一煮，也比较难洗一点。茶杯我其实之前也买了一些比较古风的，但收到都觉得食物质感不太好，就还是用平时常用的喝茶的小杯子。这个杯子就是平时的咖啡杯，容量不是很大，喝茶也很合适。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准备哪些吃的。首先是煮茶的食材，这个家里的养生壶也可以，适合用来煮的茶叶有乌龙茶、红茶、老白茶、普洱茶、黑茶，然后可以搭配1至2款比较甜的水果来一起煮，比如雪梨白茶、甘蔗红茶、苹果热橙茶，还可以直接煮花茶、煮奶茶。红茶加牛奶加点糖就是奶茶了，但千万不要煮沸，牛奶很容易溢出。红茶和糖可以先烤一下，加少量水煮一下，然后你加点玫瑰花、枸杞、红枣片、桂圆，煮一煮就是街上很火的罐罐玫瑰烤奶，加点桂花，加点酒酿就是桂花酒酿烤奶。适合用来烤的食材有桂圆、红枣、甘蔗，这几样都可以烤完直接吃，或者扔壶里煮茶用，会更香甜。板栗要提前开个口，拉丝年糕其实应该是麻糍，烤了后会膨胀，看着会觉得很好玩，很治愈，就是容易焦，要注意小火多翻面。味道是淡的，你可以发挥想象加点调味。还有橘子、柿子、草莓，这些最主要是热一热，摆在上面增加氛围感，好吃程度就见仁见智了，会受食材本身影响挺大。包浆豆腐也挺适合烤，云南大街上就是这么边烤边吃的，但是要蘸烧烤料或者蘸水吃。然后再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其他小零食，像瓜子、花生、薯片、饼干等等，适合跟家人朋友边聊边吃，慢慢虚度时光。对了，装这些食材的容器可以选这种9宫格盘子，小小的可以每种装一点，平时也不会闲置，装火锅食材或者装零食都是很合适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祝大家玩得开心。一下比较硬的，颜色比较深的。买了几只螃蟹，准备做肉蟹煲。现在的螃蟹很肥，先把鸡爪给处理一下。螃
蟹可以先把它爪子尖尖剪掉，这样就不会被抓到了。每一个都很肥。哇，好香啊！红茶，因为红茶煮久了可能会苦，所以现在稍微煮一下就好了。还要对柠檬下手了。好香啊！自己种的就是香一点。对。再煮一会儿就好吃啦。哇，太香了吧！开一个小火，一边煮一边吃。花土豆。哇，这土豆你看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年糕，好吃好吃。鸡爪看都脱骨了。哇，螃蟹好肥的。土豆好吃，入味的。土豆因为把汤汁都吸走了，所以它特别好吃。这一锅呢，什么都好吃。毕竟这么多料嘛啊。好饿哎。晚上婆婆和小叔子他们一起来吃烤肉，先把鱿鱼和鸡翅腌制下去。新收到的花叫做雅致皇后，刚刚插到醒花筒它就炸开了。准备晚上的烤肉。哇，这颜色！往中间插一下，焦一点，香一点。下一个吃什么？哦，对对。好的，下一个。人气榜第一啊，那个是。特别是它那青椒好焦的时候。了解它们。要香香，香香。看这个反正我保证很。要不就这样子，立起来了。那我先放边上啦。好，熟了就放边上呗。哎呀，
三块10的自己，做的吧？没有，这次是网上买的。一个你也高，那咱们这个买这个嘛，这么多块钱。